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5年3月28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3月27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72.48，收盘价是273.13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91.85，最低价是在271.82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俯值是达到了20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在5日均线值的上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 1.63 亿股，较前一个交易日略有量增。KD 值，双线是继续趋于合拢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维持当前的走势。那当前股价的走势呢，是一个横盘的走势。好，我们再来看 MACD。MACD 双线是继续上行，开口不变，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等长的绿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向多头趋势发生转变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3月27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上影线的小绿 K 线，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，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出现反弹后的横盘中。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很小幅的高开盘，开盘之后股价便一路上行，一度是站上了前高288，也就是3月25日这根 K 线的最高。但是呢，在午盘之后股价经过冲高之后开始一路下行。那最后呢，股价是在收盘价的时候又回到了开盘价附近，也就是回到了原点。但是呢是在开盘价的上方，并且呢仍然留在了5日均线值的上方。那么出现这样一个冲高回落，然后我们会看到当日又抱有大的成交量，说明当日股价在上涨的过程当中，上方是遇到了卖压，或者说是有空头力量的进入。那么最后股价又被打回到当日的开盘价的附近。那么我们还会关注到，那么这样一根新生成的 K 线的线型我们通常把它称作叫墓碑线。墓碑线如果出现在上涨相对高的位置，并且带有大的成交量，那么说明这是一根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。那因此呢，我们会看到这根墓碑线是处在反弹的高位，并且抱有大量，那么它符合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这样的指标。所以说呢如果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股价是低开低走，跌破了这根墓碑线的最低，那么股价将会开启下行的走势。好，这是我们对这根单一 K 线的解读。然后我们还会关注到股价在这一波反弹的过程当中，在3月25日是第一次出现了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，也就是吊人线。然后呢，接下来2个交易日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都是留在了这根吊人线最低的上方。那么这根吊人线的最低是在271附近。那也就是说，连续2个交易日并没有确认这样一个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。然后呢，在3月27日又新生成了一根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。同时3个交易日我们会看到成交量，也就是继前面这根突破的 K 线之后，连续3个交易日抱有大的成交量，然后在这个地方又出现横盘的走势，说明在这个地方是有大量的换手。那如果有大量的换手呢，那么也就是说日后呢，通常我们认为如果有多头力量的推动呢，股价将会有一波强势的上涨。所以在这个地方是否换手成功，
那么对于今后的交易日，我们要关注的位置就是这根，目前看就是这根墓碑线的最高292，还有3月26日这根 K 线最低266，也就是这两个位置将会成为日后股价突破的标志位。那日后股价如果能够站上292，股价将会有一个强势的上涨。但是如果股价日后跌破了266呢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会在这个区域内出现下行走势，或者至少很有可能会去回补下方的缺口。当然也有可能会继续在这个区域进行横盘，继续换手，然后等待向上或者向下的突破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连续3个交易日出现的线形的这样的一个解读。好，那么对于我们总结一下，那最终对于3月28日我们认为股价如果是高开高走，那么我们认为呢将会出现横盘向上的走势。如果是低开低走呢，那么我们认为很有可能会出现下跌的走势。对，也就是说在3月28日我们不认为股价会有向上的突破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3月2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下行，收盘价在254附近。另外一个可能呢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反弹，收盘价会在277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而实际在3月27日收盘价是在273.13，那股价呢是出现了横盘向上。那至于我们预测的反弹的走势虽然在收盘价的点位上相差较多，但是性质相同，也就是仍然在5日均线值的上方，并且呢走势也是基本相同的。好，那由于目前股价连续出现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，所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下行。那对于3月28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仍然是在217这个位置。那么在到达它之前，目前266、256是3月24日这根 K 线最低，然后234是3月21日这根 K 线最低。那么这3个位置将是股价在回档的过程当中将会遇到的3个重要的标志位，也是强支撑。一旦这3个位置被突破呢，股价都会有进一步下行的走势。好，那么这3个位置如果被突破呢，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跌破217这个位置的。那这个位置如果被跌破呢，股价将会继续维持这样的一个长期的空头趋势，也就是下方再次出现低低低。好，那么217被跌破之后，接下来第2个目标就是182，是在这个位置，然后第3个目标就是138。好，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。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仍然不变，还是304。在到达它之前，目前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，292将是一个强压力，然后还有一个关键位置就是在278，这是3月28日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会在这个位置。同时我们也会看到也是这条趋势线和当日 K 线交点的附近。好，那么这2个位置将是重要的标志。一旦这2个位置被突破，那么股价是很容易站上304的。如果304被站上之后，将会瓦解目前特斯拉的这个长期的空头趋势。那继续向上的目标就是367，然后第3个目标是420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日后股价的
下行和上行。我们再来看3月28日开盘之后我们要关注的位置。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呢，是在266这个位置。对，那么在3月27日盘中股价一直是在它的上方运行，因此是收在了高位。那么到了3月28日呢，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呢是这根墓碑线的最低在272附近，我们还把它调整回来。对，那么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，股价只有在它的上方运行，我们认为才会出现横盘向上的走势。但是如果股价在盘中是在它的下方运行呢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很容易会出现一个大幅的下跌，或者至少会出现横盘向下的走势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目前我们有一个15%的多头仓位，最后一次加仓是在3月24日收盘价在280附近，5%加仓。那么这个仓位的成本价是在254。我们在前一期视频给出的停利的位置是在266，止损的位置是在234。目前股价收盘价是在273.13。那么目前收盘价并没有跌破我们的停利的位置，因此呢这个仓位会继续持有。那么到了目前股价的这个位置，也就是3月27日收盘价在273.13这个位置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，在技术上。那么理由就是这是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，虽然股价还是停留在5日均线值的上方，并且有增量，成交量增，但是股价并没有站上前高，也就是288这个位置。所以说呢在这个位置是不可以加仓的。那么这个仓位到了3月28日，我们继续给出停利的位置是守266，止损位守234。好，那这是对于这个仓位的描述。那如果在3月24日在这个地方有5%初次建仓，那么之前我们给的止损位是守这根 K 线的最低256。那到了3月28日这5%的仓位仍然是守止损守256，跌破这个位置，那么这个仓位应该是即可止损出场。好，这是我们对于多头的描述。然后我们再来看空头，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，一个是278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还有一个位置就是292到304这个区域。那么空头现在的目标就是要跌破20日均线值，在256附近，这是空头目前的目标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3月28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从275到278之间。第二个压力位是292，第三个压力位是300到304，第四个压力位是330，第五个压力位是350。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，首先到来的支撑就是266，第二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和20日均线值，在256到257之间。第三个支撑是234，第四个支撑是222，第五个支撑是217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3月28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
那么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下或者是下行。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低开盘或者是跳空的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75，下方最低会到达268，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70附近。但是如果最低价到达了255，我们认为收盘价会收在262附近。那么如果出现这样的横盘向下或者下行的走势，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75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下行。好，第二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上，我们会给出2个收盘价的点位。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70，上方最高会到达287，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78，在这个位置，或者是收盘价在286。那如果出现这样的反弹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70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反弹。好，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5年3月28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